早上好，早上好，啊，不错不错，来给自己这个掌声哦。那么，欢迎来到我们瑞威国际2019年第一季的领袖培训会。今天很与众不同哦，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在同一个时间有3场领袖培训会。现在同样的这个时刻，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在菲律宾的马尼拉，也有我们的领袖培训会。同一个时刻3场，也真的是了不起，来给瑞威一个掌声哦。那么这个月总共有8场，昨天有2场，新加坡和日本，东京。那么今天3场，过后就剩下3场，所以这个月有8场领袖培训会。有时候我回想起我们第一次的领袖培训会，我还记得是在马来西亚的北部的一个很小的城市。那么当时第一场领袖培训会呢，只有16个人，包括我，包括那些讲师。总共加起来只有16个人，在一个非常小间的一个房间里面，那么一个很小间的酒店里面，这么多年下来，哇！现在的我们的领袖培训会，在博览中心，在5星级酒店，有时候我在想，我们真的要懂得珍惜啊！真的要懂得珍惜。今天在座的、在场的你们，就是懂得珍惜的这一群人，也是非常好学的一群人。有些人甚至千里迢迢坐飞机来，甚至还要前一天来。真的，你们的确是非常好学的一群人，给你们自己一个掌声。那么过去这么多年的领袖培训会，只要我在场的领袖培训会，我都会是大会的这个主持人，或者瑞威叫做大会的指挥。过去那么多年都是我，不过今天大会指挥不是我，因为今天我有别的任务要做，更重要的任务要做。那么今天呢，我需要主持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的我们讲委任仪式、接任的仪式。那么接任什么呢？就是我们当然港澳的，不可以说港澳了，今天要委任，趁这样的一个机会，委任一个总经理。我们香港的总经理刚刚上任的1月份，在韩国，我们有一个我们的员工的，可以算是尾牙，就是年终晚宴，可以算是这样的一个活动。当天也是过去10年来最极端的一个决策，瑞威最决断的一个决策，就是我们在同一个时刻，我们升了14位总监级人物，14位哦。我不知道你们掌声是为了什么，不过要升一个总监级人物，那么对公司来讲的负担是很大的，同意吗？你要培训一个总监出来，那个负担是很大的。他们的收入可能是几倍的成长，那么对公司来讲是有很大的负担的。车又要比人家大辆，是吧？屋子又要像样。同一个时刻14位，有时候真的我在想，站在一个第三者的角度，我在想，有这样的必要吗？这瑞威到了今天，算是亿万升的那种公司如果没有做这样的决定，会有很大的变化吗？有这样的必要吗？的确，如果我们真的要去探讨的话，的确
没有这样做也无所谓。不过为什么 V 会这样做？它意味着什么东西？意味着有大事将要来临哦。当然，有些人会觉得说：“哇，这14位是谁哦？他们有这样的能力吗？”都是我们之前内部的一些同事，都是从一开始的时候呢，是从最底层开始的一群人，年轻，都是年轻人。有些人讲说，年轻人要来管理这样的一个地区一个公司，他们真的有这样的能力吗？我相信他们可以。当然，绝对是不容易的，绝对是一件非常大的任务和责任。一些年轻人，没有真正在市场上真的是磨练的一群年轻人，或者说打工的年轻人，他们真的可以吗？真的能够去管理或者带领，好像我们在座的所有的领导人这么了不起的，在市场上产生业绩的一些领导人，真的是能够这样去管理吗？真的能够带领吗？他们凭什么可以做到？就好像一个年轻人，就好像如果要去带领像 Victor 这样的人，他没有管他的，对吗？那 Victor 会跟你讲说：“我吃盐比你吃米多。”我吃米什么，差不多是这样的。没有啦，不会啦，开玩笑，Victor。不过他的确是有难度的。他们凭什么可以做到？其实回想10年前，当我开始 VV 的时候，那时候我也是一个年轻人啊，对吗？10年前我还18岁，当时没有，10年后的今天我22岁了，乘2，那么10年前我大概30出头。当时如果了解 VV 的历史，我们都是一群我们所谓的老人家，其实只是说有年龄的一群人，真的是这样哦。有时候我在讲课的时候呢，还没开始5分钟，就已经开始有人睡觉了，还是有声音的，而且是有声音的，就是一群可以我父亲的年龄的一群人。全部都是，所以你可以想象，那时候我才30出头，在这些人的眼里，我凭什么？不管那个时候说能力，也不是说很多，你可以怎样展现你的能力？你没办法展现你的能力，你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东西给他们看。好，因为那个时候 VV 是从0开始的，所以那时候我凭什么呢？我比他们努力，我比他们认真，我比他们好学，我比他们肯扛责任。每一场活动我都是第一个到，我2-3个小时前就到，准备我一个人准备，以前的会议都是我一个人准备。幻灯片全部我准备，开场我开，主持人我做，讲师我做，做成交的动作我做，会后我做，成交了，哇，他们的功劳，有功劳全部是别人的。当时的确就是这样。当时真正在路上的时间，一天可能都要走整千公里。那么这样的情况，我这样的动作一段时间过后，你会发现到，他们就会形成一种依赖，没有我不行哦。我给你们一个例子，曾经我在开车，
要开大概700公里，半夜3更，通常都是半夜开车的我，因为白天有事情做。当时来新加坡忙完我的东西过后，12点多1点开车，开到一半要到吉隆坡的时候，是要开去槟城，要开到吉隆坡的时候呢，可能下着雨哦，路就比较滑，整辆车失去控制，就转了4圈，对旁边砰就撞下去，整个车头都不见了，不过人没事，可能积了很多德哦，那时候人没事，让老天爷保佑。一撞了就停在路边，所以当时应该是接近早上的时间了，我就打一个电话，就跟那些领导人说，原本是有一个活动，早上有一个活动在那边要主持的，就跟那些领导人说，我去不了了，他们还以为我开玩笑。后来我拍那个照片，拍那个车的照片给他们看了过后，我告诉你啊，那一天活动还是继续，不过在台上分享的每一个领导人都是流着眼泪在聊的，在谈的。当时他们就觉得说，他们吃米还是吃粥还是吃面，都是要靠这个年轻人。当时就有很多个甚至打给我，就是直接不让我再开车，以后要去那个地方就要坐飞机去，他们去接我的那一种很有依赖性的那一种，就开始依赖我，然后慢慢的就变成领导人，就凭这个。而这是在我们的这14位总监级的人，刚上任的这些总监，就是具备的这些素质，我们才会选他。表现非常优异，表现非常好，非常认真，没得回家，接近做了24个小时一天。这样的一群年轻人，我知道，当他们的身上突然间有这样大的责任的时候，他们的成长速度会比别人还快。我也很清楚的已经看到3年后、5年后，他们到底会变成怎么样的一个人。也由此可见，3年后、5年后的 VV 应该是不得了的。那么，当然最重要的就是3年后、5年后的你，也是不得了的吗？这才是最重要的。那么好了，那么今天我要委任的这个人，年轻90后，帅，能力有哦，而且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可以看到他的那种成长和进步。的确是 VV 其中一个非常可造之才，我相信在很短的时间接下来，他将会是 VV 的其中一个栋梁之才。他是谁呢？他就是我们的新上任的，我们的香港的 VV 香港的总经理，包括今天的大会指挥。我们掌声有请燕川。请各位领导人就座。好，再一次我们给我们的执行总监老板一个热烈的掌声。刚才当老板在谈着的时候，在介绍的时候，其实我的心脏真的跳得很快，差一点有那种心脏病的要爆发的情况了。
从紧张变成慢慢开始，我感觉到我不紧张了。为什么？有可能他的这一番话又在提醒了我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了。我记得差不多4年多前的时候，当我刚刚进来 Reway 这样的一间公司，这样的一个环境的时候，那时候以一个新人的角度，我来到这间公司，刚好那时候就从老板的嘴巴就听了这样的一番话，他就刚好在跟其他的同事在分享，他就说，接着下来要升任成为经理的这种要求跟标准会越来越高。意思就是说，要升任容易不容易啊？就不容易了。那么那时候在我的角度，身为一个新人的时候，刚刚进来，如果你听到这一番话的时候，那时候就有2个可能性，一个好的，一个不好的角度。那么不好的角度可能就你会想说，为什么这么不幸运呢？一进来就听到这个，变成说机会会不会可能变少一点？不过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有可能里面就隐藏着一个很大的机会，对不对啊？所以那时候也没有想太多，我在想，哇，这样应该要升任成为经理，真的是不简单。而过后老板就有继续讲，他就说什么？他就说，今天不管你在什么岗位也好，你是行政人员刚刚加入的也好，你是经理也好，你是副总裁也好，任何一个岗位也好，关键就在不是那个岗位本身来定位你，你们认同吗？然后他就举了一个例子，他就举了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他就跟我们分享，他说，比如说我们的发展部总监、资深总监 Dato' Kenny， 他就举了这样的一个例子，如果今天 Dato' Kenny 那时候4年前、5年前，他是以副总裁的身份，如果今天说，比如说降级回去到行政人员的角度的时候，那么照你看，1年过后的今天，谁会担任回副总裁的岗位呢？谁呢？应该是拿督嘛，对不对啊？就说你必须要做到那个岗位容纳不下你，你必须要做到市场上的人都觉得你应该就是属于在这样的一个定位。那时候他讲完了这一句话的时候，的确对我有很大的一个感触，的确对我有很大的一个激发。一直到在 Reway 里面担任了经理的职位，包括今天担任了香港的总经理的职位，就凭这一句话，老板所谈的，的确让我有很大的感触。所以我个人是这么觉得，今天我相信它只不过是一个开始，对不对啊？而有些人最近就来找我，就说：“恭喜你，哇，恭喜你，恭喜你，恭喜你！”那么我听到这些的时候，其实我脑海在想，其实也没有什么好恭喜的，也没有什么东西好庆祝的。为什么？因为我看到 Reway 国际这间公司10年的一个时间，10年的一个岁月里面，到了今时今日，老板也没有停下脚步，公司也没有放慢脚步，而公司也不觉得是时候来庆祝，还不是时候来庆祝。那么既然公司用了10年都还没有说大庆祝的话，那么更何况是我，对不对啊？好，我觉得最后最主要的就是说，有没有可能根据刚刚老板所谈的，3到5年过后，或者1年过后的今天，在香港也好，在澳门也好，照你看会不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幅度，很大的一个倍增，很大的一个结果呢？会不会啊？那么那时候大家一起来庆祝，照你看那个感觉会不会比较好一点呢？好，那么我相信1年过后的今天，我们才真正开始要庆祝。所以真的必须要再一次借用整场所有各位领导人跟伙伴的掌声来感谢我们的老板。好了，那么
我先自我介绍。好，那么我姓蔡，名叫义伟，正义的义，伟大的伟。好，那么目前单身，好像讲了很多次了。好，那么那时几天前我就见了一群领导人，那么我就介绍我自己，然后就讲说我是单身的。那么其中一个分享者就上去，他就讲说，奇怪，有时候我真的在想哦，他每次告诉我们单身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我听了我听了好几次，我都抓不到到底他要表达什么东西。然后当我听到这个的时候，其实我回想一下，我也不知道我要表达什么。因为老实讲，今天我单身也好，不单身也好，那个不重要，对不对呀？你看，真的是不重要，因为那个不是今天我们来到这里的目的啊，对不对啊？今天你们远方而来，千里迢迢来到这里，绝对不是说来到这里来了解到底我是单身或者结婚了，有几个孩子。我相信今天我们来到这个培训会，最主要就是要在这样的一场会议里面寻找到一股力量。当我们走出这道门的时候，至少我们是没有空手而回的，对不对啊？好，那么讲到培训会呢，你看培训会对我来讲影响我很大。好，都听过我的故事的人都知道说，我也是因为一场培训会而加入了这间公司啊，对不对啊？好，那么很极端的情况，有可能是舞台的讲师，有可能就是坐在你旁边或者隔2个位置的伙伴，也因为这样的一个情况，我才进来了这间公司。你看，那时候我被邀约去新加坡的5000人的领袖培训会的时候，我是不认识任何一个人的。那么那时候，他们告诉我说，整场里面都是坐着5000人，穿着西装的，很正式的一场领袖培训会。好，那时候介绍我进来的这个伙伴，我们的菲律宾的总经理，一个好兄弟，认识了14多年的一个时间了，就告诉我说，去听看看啦，去听看看。好，搞不好里面你可以寻找到一股力量。那时候礼拜6的时间，多余的时间我就去了这个培训会。那时候当我一进场的时候，全部坐着密密麻麻的人，只是其中后面有一个空位嘛，他就讲说，不如你坐这里，好，你不用担心，我会陪伴着你一起参与这个领袖培训会。结果我们2个就乖乖的坐在那里了。好，那么一看就知道我是一个很内向害羞的人，对不对啊？你看，只有 Victor 觉得我是很内向而害羞，我们给 Victor 一个掌声先。所以那时候当我进去到这个培训会，我不认识任何一个人，我不认识老板，我也不认识公司，我也不认识这里的领导人，我就乖乖的坐在那里，就看左看右，哇，全部穿着西装，就越来越紧张了。结果第一个讲师一上去分享，原本分享1个小时的，他一自我介绍5分钟过后，他就哭了将近40多分钟。那么在哭的过程当中呢，我的伙伴坐在旁边，他的反应就很激烈，他就会坐在旁边突然间 Yes， 他再继续哭，再多几分钟后，对，哇！那时候我希望你们站在我的角度，以一个新人的角度来看，你的朋友，好兄弟，认识14年了，从来没有看过他这么 hot 的，这么热忱的，突然坐在你旁边 ，yes yes us us yes us， 然后不止他，整场5000人都在那边 yes yes us us。那么那时候你看这样的一个环境，我只有2个选择而已：一，我融入进这个环境，适应这个环境；二，我就被这个环境淘汰了，对不对啊？所以那时候虽然很内向，虽然很害羞，也没有办法了。结果怎么办呢？跟着喊哦。他 yes， 我就跟着 yes us。他弹得好吗？对，好，就这样的情况哦。然后一大清早，第一个讲师谈完了，我就告诉我自己本身，此地不留人。茶点的时候赶快就要绕跑了。
就去买早餐。在我去买早餐的过程当中，我就真的去想，一个领导人收入100万这么大的一个收入的一个领导人，大男人，能够站在5000人的舞台，哭了将近整1个小时。那时候我一边走一边就在想，哇，如果是老板私底下塞钱，桌底下塞钱，给他1000新币的话，要他哭5分钟应该没问题。不过如果老板要私底下塞5000块、1万块也好，让他哭整1个小时的话，我觉得这个是功夫来的，对不对啊？那今天再大的钱交给我，要我在这里哭1个小时，我真的办不到，我觉得很难。我宁可去面对这个舞台来做一个分享。而且那时候就因为这个东西让我很有感触，就说有没有可能这个分享者在舞台或者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他真的遇到很多挫折、很多阻力，而也就是因为这些挫折跟阻力，他无法表达他的感恩给予公司，他无法表达他的感恩给老板，包括给我们的副总裁，那时候的副总裁 Claudia， 边谈边流眼泪，他也不管人家怎么看他。单我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就告诉我自己本身，给自己本身这样的一个机会，再回去听听看。所以你看，我是原本从一个新人的角度想要绕跑的，到回去乖乖的回去自己坐下来听了整场会议。听完了整场会议过后，当天我就告诉我自己本身，这间公司 Riway 国际，我非加入不可。非加入不可。虽然他们那时候告诉我说已经没有位置了，公司已经没有再请人了。隔天我就做了很冲动的一个举动，去了银行就辞职了。就辞了，就等消息。不过不管怎么样，最后也是来到这间公司了，对不对啊？所以你看这个故事里面，我要跟你们分享什么？有可能今天茶点的时候或者午餐的时候，不要绕跑。因为任何一个分享者，台上或者有可能台下的，或者有可能你去到洗手间，去到午餐的这个时段的时候，有可能你就听到一句话而已，或者看到一幕的话，有可能这一句话就有可能影响你做出另外一个更大的一个决定，对不对啊？所以给自己本身这样的一个机会。那么包括你看刚才我所谈的培训会，对我来讲印象是非常非常深刻的。我也是因为培训会而加入，所以每一场领袖培训会，我都会告诉我自己本人要去争取去参加这样的一个会议。当时能够激发我，我相信相同的今天他也应该能够激发我。关键就在我有没有选择要被激发，对不对啊？那么讲到培训会，你看过后我就去了台湾2年的时间。那时候台湾本身是没有自己本身的活动的，没有培训会，没有表扬大会，什么都没有。那时候那里的领导人，只要他们要学习，他们想要吸收到一些知识的时候，他们必须要自己本身掏腰包，然后去到国外，新加坡也好，马来西亚也好，然后听啊 yes hot 的时候，他们就会买机票回去到台湾，就把他们的伙伴们聚集出来，告诉他们说，哎呦，这次你们没有去太可惜了，我告诉你们，我们5个人去到那边，哇，得到很大的力量。所以那一天是这样的，谈，很兴奋的谈到影响多1-2个人跟着他们下一趟一起去。这样的过程重复了好几次了。从5个人、6个人、7个人、8个人、9个人，一直都在影响。到今时今日，要是你有发现到我们每一场大会的话，台湾来的伙伴们没有少过4000个人啊，对不对啊？对不对啊？因为从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甚至到他们开始有自己本身的培训会，包括他们自己本身的表扬大会。那么第一场培训会也没有像今天我们第一场在澳门的这样的培训会。那时候我们只有一个舞台，这个舞台不是自己建造上来的，是酒店里面的舞台。
台湾的饭店里面的舞台，就是很多限制。那么后面的背板也没有这么漂亮，就是一个墙壁，几个窗帘在后面。可是那时候对我们来讲，单单能够拥有自己本身的培训会，我们已经感觉到很骄傲了。我们已经觉得说，哇，我们做得很了不起了。到我们有自己本身的表扬大会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是没有这么多 LED 电视机的。那时候只要旁边有一台 LED 电视机的话，我们每个人都很兴奋起来了。甚至被表扬的，我们就会讲说，那天你的整场影片都会在这些 LED 里面播放起来，很了不起的。哇，你会感觉到好像人生没有白活这样。哇，人家就因为这个 LED 电视的这个视频，他们会讲说非来不可。不过那时候就一台。那么要是今天你注意看这个会场的话，单单这里至少都有8台 LED screen 了，对不对啊？那么你们看到了会兴奋吗？会兴奋吗？会兴奋吗？你们要兴奋。你们真的要兴奋。所以你看，那时候单单这一切的小小细节上的东西，都会让我们很兴奋，想要去达到某一些目标。那么讲到培训会这些，那么那时候在台湾就刚好就认识了这样的一个领导人。你看那时候我认识这个领导人的时候，他也是今天第一位会站上来这里跟大家分享的一位领导人。你看那时候我认识他，只听过他的故事，不过从来没有近距离的去接触他。那么听说他以前是做销售的行业的。那么照你看，做销售行业的人，他们讲话会厉害吗？通常会比较厉害一点嘛。所以那时候一直听到他的故事，就觉得说，这个人应该挺了不起的，这个有卖过，那个都有卖过，不过从来没有近距离去接触他。那么直到有一天在公司我看到他，我看到他的时候，从远方看到他，哎呀，传说中的销售之神，什么也好，也不敢去问他。结果那时候他一进来的过程当中，他的领导人，他的推荐人就开始去卖这个人，就说下个月的今天几号几号几点，这个领导人将会在一场餐会里面来做演讲，而这会是他第一次在自己本身的会议里面来做演讲。所以那个时候每个人都很期待，因为每个人都好像那时候的我一样，很期待，很想要听他的分享是怎么样。全部就开始邀约人邀约很多人，大生意人也邀约来，打工的也邀约来，街上的人也邀约来，就去了他们的餐会。结果那一天也做了不少人，每一个人去到这个餐会也不是很关注在吃的东西，都在问，你们所讲的那个分享者，那个讲师几点上台？几时到他上台？结果当他开始要上台的时候，全部椅子排在舞台的中间，然后每个人就去那边坐下来嘛。那么那时候我都很期待想要听他的分享，结果我就跑去第一排，就坐在第一排的第一个位置那里，全部就很关注的在看，等他开始聊天，等他开始分享。结果当主持人介绍这个领导人上来的时候，他从后面这样走上舞台，我们全部40、50个人坐在前排，他走上舞台，主持人就把麦克风交给他，他就拿着麦克风，不是巴金森啊，他就拿着麦克风就在那边摇。那时候我坐在前排，我看得比任何一个人更清楚，我在那边看，哇，那时流汗了。那时候我在想，不是开玩笑的，那一天邀约这么多人啊。他就谈我们的产品说明，大家好，我叫什么名字那么今天很荣幸跟你们分享世界卫生组织在2011年出了一个报告，10大杀手。 OK， 这个产品很好，感谢你们，谢谢你们OK， 谢谢。就这样走掉了。那时候我在想，不会吧，不会吧，你们所谓的这个非常了不起的销售人员，为什么是这样的
不过就从那一次哦，你看虽然他在舞台这方面是很有恐惧的哦，可是等一下，当你看到这个领导人站上舞台的话，你绝对不会相信刚刚我所谈的这一番话，你绝对不敢相信他以前是这样的。所以由此可见，就因为他最害怕的一个舞台的恐惧，他持续不断去面对它，对不对啊？所以今天他才能够站在这里，面对这么多人来成为分享者之一。那么当我们去跟他聊天的时候，你就发现有时候我们电话在跟他聊天，他很好奇，很好学，一直想要学习的。有时候我们电话他一打来的时候，你不会听到他先讲话先哦，不过你会听到有一个这样的声音，有时候我们就问他，不好意思，为什么你那边有这样的一个声音呢？他说没有，你继续讲，我再把你们所讲的东西写下来。你看，从他一开始进来 Reway， 一直到今天，他还是保持着这样的一个学习的态度、学习的心态，而在过程当中也非常了不起的，达到了他自己本身所设定的一个目标，也是目前唯一一个连续15个月所设定给自己本身的目标，连续一次过都达成了，连续4-5个月。那么这位领导人是谁呢？事不宜迟，必须要借用在座各位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我们的飞马领队3冯玉恩。优秀的领导人，大家早上好，好不好？被他介绍到，就想到以前，真的我非常非常感恩我们今天我们的公司，还有我们立汇公司给我今天这样在香港区。这样，这边就代表着我们14亿的人口的一个市场的一个舞台。今天来到这边，能为大家分享，真的，我们给自己一个掌声，好不好？真的，昨天我就已经到了澳门。然后我就来看看会场，真的不来看的时候，我觉得说，以我之前的经验呢，在台湾我参加第一场领袖培训会的那个规模，我会看到，就是我想象不到，哇，今天是这样的一个场面，所以看完之后我就觉得，哇，天哪，就是更紧张。然后我是在2月初的时候收到说，就是有这样的机会，能够来这边做分享。然后我就一路看我的主题，我就看了很多很多的资料，然后我越看我越恐慌。我发现说，哇，主题真的非常非常的大，真的是。人的心态就决定你的命运，对不对？因为我的主题就是99%的心态，就是占有所有成功你要所拥有的99%心态加1%的技巧。所以说，心态它是重于一切的，对。但是我还是，澳门应该很多人还不是很熟悉我，对不对？那我还是从自我介绍开始。我姓冯，二马冯，富裕的裕，感恩的恩。那我是来自台湾，对，但是我是出生在河南，所以我跟澳门是蛮有渊源的。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就是在这个区域，对不对？然后我自己是出生在一个农民的家庭。
其实我今天能够站在这边的话，我就在昨天来到这里的时候，我就很深的感触，我也非常非常的，就是心中五味杂陈。其实真的是不会想象得到，就是之前4年前的我，或者以前的我，没有想象到我会能有今天。就是你站在这里，你会发现说，哇，好像一切都是在做梦，但是又非常非常的开心。真的你会发现说，以我自己人生的那个历程来讲，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真的是感恩这个公司。对，那刚刚那个我们的主持人，我们的总经理，他有分享我，其实我为什么会，就是在舞台上，我很多东西我想要表达的时候，我真的是就是知道说明白那个道理，但是你要我真正去把它表达出来，真的是很吃力。所以我对舞台它本身就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对，那我小时候就是非常的内向，就是基本上没有在讲话的一个人。我兄妹有5个，我是家中最小。那我是出生在大集体的时代，在我们这边应该比较多人了解什么叫大集体，对不对？就是农村那个，就是出生在那个物质时代很缺乏的时代，就是人们为了温饱，你就要不停的去做事，你根本顾不得家中小孩。那又兄妹5个，又是他们大人都吃不饱的状态，生下我的时候，我自己小时候就是很瘦弱，然后因为家人他们要忙碌于田中的耕作，基本上就是没有什么在交流或者说在讲话的。对，那真的就是小的时候就是能够帮助家里做事情，就一定要做，就是去拔猪草，去剪柴，去放牛，去放羊。看得出来我曾经做过这些吗？其实如果说40多年前的很多乡下小孩应该都是这样。如果你是乡下小孩，你会了解说，那个时代的一个情况。对，那我自己呢，就是可能小时候营养不良，就是我会发现说，其实我在读书的时候，我去读了小学嘛，那差不多在7岁吧，8岁，对，就读1年级。那时候在上课的时候，我会发现很难听得懂那个老师在讲什么，真的是很难学。但是我上2年级的时候，我就程度有跟上去，然后期末考的时候也考得我有史以来我人生中最好的成绩，就是99.5分，数学99.5分，国文考到100分。但是我遇到了我人生的一个很糟糕的一个情况是怎样？因为我出生的那个是计划生育的最后1年，那个时候最多小孩，就是只能生那1年了，再生就要罚款了，对不对？所以我那个班上很多人，所以老师就把我留级。他说你看起来很小嘛，你年纪小，你要留下来，你下来做班长，你要留这一级。那我小时候不太敢讲话，其实我不想留级，一点也不想留级，对不对？因为你要往前嘛，但是又不敢讲。然后大人家里的人他们忙碌，也没有理这个事情。但是当我被留级之后，遇到了一个类似放牛班，就是班上有个很坏的学生，不准我们写作业，不准我们不会背书，谁要做任何你跟老师配合的事，就要说就是你要被揍就对了，就被恐吓威胁。所以从那时候之后就会被那个班上拖累，就是没有再读书了。所以2年级我在考试的时候平均在80几，还没有我上一次没有留级的时候高。然后从那之后，我可能就对于读书这件事好像失去信心。对于老师他的那个决定，我一直也想不通，为什么明明可以让你生，然后要压着你不给你生？
其实在我心里一直是那件事情造成说最后真的越来越读不懂书，也连数学的理解能力都做不到。就是我不懂那个数字怎么来，我不懂那个，例如什么派3.14，或者说那个公式怎么做得到。就是所以慢慢读书不好的时候能做什么？乡下农村小孩，就是刚好改革开放，大家南下就是有的去北京啊，有的来深圳，就是打工。那我就跟着同村的人，其实那时候还小，还没有拿到身份证，应该是在15岁，我就跟着同村的人去到了一家工艺厂，就是借身份证来去打工。那时候第1个月的薪水我记得很清楚，93块钱人民币。对，但是我会发现说我很开心，因为我觉得说我有用了。有没有在乡下一样就是帮忙做事，但是要赚钱，有机会吗？其实是没有机会的。对，这就是然后就是再来就是什么工作，或者玩具厂啊，或者说就是工作一个一个的就是去换，然后也慢慢的就是存了一点点的钱。大家会不会觉得说看到别人自己在创业，自己在去做任何事，自己会不会也想要做？对，那时候就看到说好像做服装会比较好，那有存到一点钱，想说批货来卖服装，对不对？对，那时候其实也在想做，但是从那个中间做生意的过程中，其实存的钱其实开不到半年，也不到1年的时间就，因为你赚的就是库存，你几乎周转不到，因为没有很多的钱可以让你去做，所以也就在这个经验中，就是自己第一次的生意就失败。对，那就是当初其实我们在乡下的观念就比较重男轻女，对不对？就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其实就很有结婚的压力。就是也差不多姻缘也到了，那时候就是遇到了我的先生，就是在工厂，然后就这样的姻缘我去到了台湾。对，其实去到台湾最开始以前我们的想法是什么？就会觉得说台湾它是个宝岛，对不对？蛮好的，嫁去一定应该是比留在我们这边会来得好，对不对？但是其实真的就是你去看了之后，你会发现原来贫富差距也是很大。就是你在那边，他是非常平凡普通的一个上班族，就是他也是刚当完兵退伍，然后他的薪水很低，就是台币的话26000，除以人民币是多少钱？4、5千多块，对不对？但是你看，我才到台湾，我不能工作，那我也刚好有我的老大，他一个人的薪水要养老婆养小孩，够用吗？其实是靠着，就是你要去卖场，不是可以刷卡吗？对不对？不够的部分就用刷卡，所以说这样的恶性循环，生活压力大不大？其实是非常的大，就是会发现说哇，要怎么样能够帮到忙，要怎样子可以能够让生活好一点。所以我能工作的时候，我就去应征工作。那我做的，在我这样在台湾这样现在已经21年的过程中，我做最久的工作就是专柜小姐，就是卖大安分内衣。大家知道专柜小姐吗？就是刚刚他说的销售人员，其实那个就是一个柜台里面的服务人员，其实真的不具备外面销售的一个能力。其实人家进来，你只是懂，你了解他，帮他量他的需求，你就帮他服务就对了，并不是说真正在外面像做房仲啊，或者说保险类那个比较就是我觉得说他是不太一样的，对，但是很努力，然后我看到我的同事，
做到25年、30年，他退休了，然后他继续在那边工作。这个现象让我感到很害怕。为什么？因为好像真的，人家所说的工字不出头，对不对？要做到老，做到死。其实真的就觉得说，我已经看到了我的未来，我已经知道说，我继续工作下去，我还是这个样子，不能够改变什么。就是甚至我自己在台湾已经那么多年了，我很想要我的妈妈去台湾，但是没有办法。为什么？房子很小，要挤那么多人，就是你根本没有空间，然后你也没有多的开销预算可以带她出去，就是你没有那个开销，你在负债中，就没有办法一直往后拖，就想说等一等，这样的一个。然后我妈妈也挺体谅的，她也是就说没关系啦，到处都一样，没有去看也没有关系。你如果说就是那个钱呢，就是你直接就给我就好了，不用让我过去也没有关系。这可能是老人他的一个想法，就是想让儿女不要有那个负担。但是在我们的心里，其实是真的是，但是以前没有来到这个公司之前，真的是比较不会有那么多的一些感触，因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就是感恩我自己有这样的人生，有这样的机会，在4年前，现在是2月嘛，对不对？我自己是在4年前的1月遇到了丽慧，也非常非常感恩我生命中的贵人，就是我的推荐人林金银大哥，借助大家的双手，感谢他。真的，其实当初见到他的时候，真的他是两眼发光，兴奋到手发抖。他很兴奋，为什么？他自己50出头岁，他自己在外面的市场一直拼，像非常努力、非常认真、非常拼的人，但是他找不到对的平台，他就是努力没有结果，但是他的朋友跟他推荐4年多，他不相信，他感觉说一个东西怎么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他没有看到，他不相信。但是他4年后，他看到他的朋友、他的推荐人的改变，他觉得说他想要研究，好好了解这个生意，然后他就每一场会议参加，他就每一个参会去了解，然后他看到很多的见证，然后他去每一个分公司去坐着等有没有人进来，然后问别人你用了没，你是怎么来的，这样去调查去确认说这到底是真的吗？他确定完了之后，他来想要做这个事业的时候，他来跟我分享，他真的不夸张，真的是两眼发光，手发抖。我真的是看到他这样子兴奋，其实我觉得蛮惊讶的，怎么有一件事情能够让人感觉到说，我终于找到我生命的，就是我找到了我要成功的地方，我一直在追求的一个东西，我找到了，我要在这里成功。那他看着我，他说：“你知道你很爱漂亮，你也是就是在找寻机会的人，你可以来了解、来认识看看。”其实当时他跟我分享这个产品的时候，我是觉得说哇，以前从来没有听过什么鹿胎素，或者听过干细胞、听过活细胞，都没有任何概念。然后觉得说哇，有这样的东西，真的是让我眼界开了一点点。但是真的，他分享很多见证的时候，我反而很害怕。我看到糖尿病那个烂烂的，我会觉得很恐怖。哇，真的是吓到我。真的，你会觉得说，怎么有这么恐怖的事情？因为自己没有做健康产业，你周边没有去留意这些事情，你不懂，人没有把自己照顾好，最后变成那个结果。你真的是不懂，你猛地看到，你被照片吓到，就是哇。就觉得说这是真的吗？对不对？但是因为它是这个产品，你如果了解到之后，如果是女生的话，你绝对非常的爱。为什么？因为它可以回春5到10岁嘛，对不对？它可以漂亮，
其实我自己当时的情况真的是不是很好，真的不好，因为也是在负债中，也算是卡奴，对，也是在努力工作，但是我一直逃离不了那个老鼠赛跑。这个是在1995年呢，不是95年，2005年的时候，我就看一本《穷爸爸富爸爸》，那个时候我还在大安分类1，就是这样多少年？13年前了，对不对？2005年的时候，对，我经由朋友说，那本书你可以看，它会让我们了解我们自己现在身处在哪一个状态中，你可以去了解。然后我就看了那本书之后，真的让我思维上有很大的改变，就是发现说，原来我们真的就是，如果你没有跳脱那个所谓的老鼠圈呢，你会工作一辈子，你就不得休息，你就是要一直做下去。所以说一直也在想着，有怎样的方法，有怎样的办法可以达成自己。所以说在我人生旅途中，其实也接触过好几间的，就是别人介绍东西不错，我想要试试。然后我试过了之后，然后学过了之后，我发现我更加的害怕，我更加的排斥，因为我觉得说，我真的不适合。我以我的个性就是很内向，不太跟人讲话，我就没有什么朋友。然后我自己就是你没有朋友就没有人脉嘛，没有人脉，你没有在讲话，你就没有口才。所以说最后我总结的一个重点就是，做这个行业需要有口才、有人脉、要有能力、要有财力的人做的。这个东西跟我不行，我不可以。所以之后再来什么，我最多就是一个消费者，我最多觉得东西不错，我用，试过好用我会继续用，不好用就这样，我就不会再去理。所以说，但是我今天进入了例会，真的是我真的想象不到，说我自己从消费者，我自己从发现说，哇，6个月，然后我自己卡这样子，我负担这样平均起来，我可以给自己一个机会。因为我自己从小的体质比较弱的关系，我就是严重的过敏，真的非常，那个过敏不是普通的过敏，普通的过敏可能只是遇到什么问题你只是过敏，但是我过敏到我必须每天吃药，我必须每天吃抗组织胺，从以前才到台湾吃1粒，最后变成早中晚，变成如果下雨或者冬天天气冷，我要加量吃，我不吃我就会很痒很痒，脸虚肿，感冒症状就出来，你会呼吸不到，你就不得不吃那1粒药，你就是要吃那个抗组织胺，所以吃药都藏在钱包里哦，也不敢给人看，或者觉得说你有病啊，对不对？这种感觉其实不好，就是不会给人家去了解说你有这个问题，也不会跟谁说，但是会知道说我的鼻子都会不通，然后会呛鼻子，会冲那个鼻子那种，这个在我们那边叫什么故事点，我不知道这边怎么去形容，就是一种毛病啊，就是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困扰我。但是当我接触到这个产品的时候，就是因为爱漂亮，我接触这个产品的时候，就是我用了之后，我的第一天用到之后我就有反应了。真的，这个东西我以前看人家的见证，我会觉得哇，你好夸张。当我自己在自己身上的时候，我看到那时候我跟范董分享他的眼睛睁很大，我就觉得我好像也很夸张。给我们的范董一个掌声好不好？因为他是我用到产品好之后，我最开始去分享的人。对，因为我自己用中医西医吃了瓶瓶罐罐的，因为我自己知道说健康很重要，对不对？今天我相信大家健康这个理念在市场上，就是大家都会懂说它很重要，只是说有没有真正去重视它。所以说，但是我自己人生的历程，因为经历我的爸爸的事件之后，我自己就本身就会觉得说，真的生病不是等来不及的时候，
因为我爸爸他抚养我们5个，他养这一个大家庭嘛，自己，然后他自己从来不舍得对自己好，就是省啊，舍不得，就是平常也不注重养生，然后才50出头岁，刚刚过50而已，然后一检查出来就肺癌末期，然后我陪他去医院，我亲耳听到他在求医生，说我还不想死，救救我。但是来得及吗？其实很想找一个机会，但是也来不及了。就是辛苦存40年、50年的钱哦，那个积蓄啊，1年就花光在医院，然后还是救不回来。然后医生赶着回来说，这里没办法了，回家。所以他在家里在断气的时候啊，已经不行了，他还在告诉我说，快送我去医院。其实我自己经历那个过程，我自己心是非常非常痛的。我自己也对人生有很大的领悟，我会觉得说，真的不要等到来不及的时候。真的，他们以前的观念就是要省着给儿子，把东西省起来，能够多存点钱。其实那个观念真的是，等到他最后后悔来不及的时候，已经是来不及了。为什么就是平常不对自己好一点呢？所以说我自己经历这个路程的时候，我对于爱自己这一块，我会特别能够去，就是我自己知道说吃药不好，我会想尽办法，我去寻求方法，我有没有办法把我用到比较好一点。所以我会去中医西医，我会去用民俗疗法，我会去别人介绍我什么东西不错，我会去尝试。所以我的橱柜，我还没有接触到这个产品之前，也是瓶瓶罐罐的。你说到的，你想到的，几乎我可能都有，连那个青草粉，连那个什么很多东西，我在调养调理，但是怎样子，就是没有让我脱离那个西药，没有让我脱离抗组织胺。我只要不吃药，我的过敏就来，就会很不舒服。就是你呼吸不到，你不能正常生活，你还管药会让你起肾吗？你还会管药会让你，那就是毒吗？你会去管它吗？其实你只是想当下能过就好了啦，可以这样子让自己不要那么辛苦就可以了。对，其实真的让我很惊讶到我接触这个产品，其实最开始我只是个消费者，我想说，因为我自己以前的我否定自己嘛，我觉得我是没办法做这件事情，我就说，你做就好，你千万不要找我，你千万不要找我。但是我用了产品之后，我会发现说，竟然可以让我不用吃这一粒抗组织胺。我发现说，哇，鼻孔有点大，呼吸有点热，然后那个呼吸很顺畅，这个让我感觉很惊讶。就是说，但是我第一天还是不相信，我觉得说可能是凑巧，就是凑巧，可能总有时候可能不过敏吧。但是第2天、第3天、第4天、第5天。你会发现说，还是可以不用吃那一粒抗组织胺，还是可以这样子，所以这样子让我对这个公司产生很大的兴趣。我会觉得说，哇，这真的是我梦想的东西。为什么？女生最怕老怕丑，对不对？过了30多岁之后，你会发现急速老化，皮肤蜡黄，精神体力不好，又在吃这药，又腰酸背痛，对不对？然后真的，你睡都快睡不醒了，就是觉得说工作1天之后，你会没有精神体力，就是要爬起床都很辛苦。但是当用到这个东西，一切都在改变的时候，你会发现，天哪，我好爱这个东西哦！我真的想要好好了解说，因为可能我很想要吃它，但是我在想说，如果你自己只是吃，你没有去了解的话，你怎么会吃得起，对不对？因为它这个平台就是说，可以经由我们分享，我们可以吃到不用钱，对不对？其实当初是为了想说，这个东西我太爱了，我可能想要长久性的，我都想要用到它。我来了解，我来学习，我来看看它到底是怎样的。当我越了解，
看到越多越多见证，然后我把产品给我的家人，我的公公婆婆，我的小孩，因为他也遗传过敏，还有我大陆的妈妈，就是给他们用过，我看到他们的见证的时候，还有我看到很多很多人的见证的时候，真的，我每一次上台分享，那时候我真的就在流眼泪。为什么会流眼泪？就是非常非常的感慨，怎么没有早一点有这样的福报遇到这个产品？如果早一点的话，其实我的一个同事感情非常非常的好，就可以救到他，或者说我可以救到我的爸爸，我哥哥的女儿，也是才14岁得骨癌，就也是去医院或者是用任何方法，最后也是都在求一个机会，但是没有人给他机会，找不到任何机会，就这样走了。当我发现说哇天哪，我遇到了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的时候，其实我在心中非常的震撼，也非常的感动，也会觉得说在市场上还有多少人在等待着这个机会，想要寻求这样的机会。所以说在我自己认定了之后，这件事情之后，我就真的是一张白纸，真的不会真的一点都不用怕，因为不会你只要学。就像我学习很吃力，我才一直做笔记，因为你的学习力太差的时候，你真的是就是笔记的话，人家说像我们那个老古话都说什么好记性不如一个烂笔头，真的就是这样。你再好的记性，你真的是把它记下来，你再看，真的会能够比你只是听过去来得好一点。对，那就这样的一个我自己婆婆的见证哦，在这边可以讲啊，因为在台湾其实是你好了，你有见证其实是不能说的了，因为台湾的法令它就是这样，它是私下可以讲，像这种场面是不能讲的。就算你好了，它就是法令规定你不可以讲，讲了就是犯法，没有为什么。就像新加坡不能吃口香糖一样，对不对？它也法令规定你不能吃，就是如果你做了，你就是犯法。对，那我婆婆她的头发是完全那个，因为她是睡眠障碍，她睡不着，她睡眠很浅眠，然后不太好睡，所以她的严重的秃顶掉头发，所以她出门一定戴假发。那时候其实我只是想，她全身酸痛，每天看到她也是跟我一样都在吃药，大包小包的药，一下中医一下西医。我只想说，我不用吃药，那我已经用到这个产品，不用吃药，那她应该也是有这个机会，我就分享给她，就是这样。但是最开始家人认同吗？其实最开始家人的那个就会觉得说，你不要搞这个啦，你讲台语他都你卖冲黑，你不要做那个东西了，就是你卖好人骗起来，就是说你不要被骗了。对，他就是讲这个，但是我有告诉他，我不是自己，就是我自己有用到，我发现好，而且是新加坡，对不对？而且是纽西兰的产品，新加坡的公司，而且这么多人在用，而且最主要是我用到不用吃这个。我说你自己有没有看到我的变化？他一看，他其实也知道，他说哇，有变比较漂亮，气色比较好。然后我以前在家里都会冲鼻子嘛，他说这些天都没有听到你的鼻子这样的问题。我说对啊，我说你就先用看，先用就对了。其实家人都不用讲太多了，我觉得就是自己用得好，你就是用。然后我就说，就是我有听到这一句话，就是用之前一定要做什么，就是一定要拍照。当初其实我也才接触，我也是不是不懂说要怎么做。但是我只听到金英大哥跟我说，他说这个产品会说话嘛，反正你用之前千万要拍张照片。所以像我婆婆的照片呢，我觉得如果换在其他人，绝对就会没有拍到那张照片，因为他会不要拍照，因为他在家里没有戴假发，他出门一定戴假发嘛，
他在家里没有戴假发，他会觉得自己这样很丑，他会不给拍，他说卖了，讲台语，他说不要拍。但是我就没有管他这样，我就说，说用之前一定要拍一张照，一定要拍，所以我就有帮他拍，好在有拍那张照，因为他的连毛囊都没有的，就是变成发芽，变成头发慢慢长起来，最后出门是不用戴假发，他最后把头发烫起来，这么夸张，真的，其实这个是意外的收获，因为我当初的想法是给他睡眠好，因为他自己睡眠不好是他的主因，然后再来就是他常在吃西药，在吃这药，想说就是让他身体变好，不要说因为家里的老人的问题都是70多岁了，75岁，这样的一个身体是不是老人病都特别多？像我公公高血压、糖尿病，我大陆的妈妈有高血压、糖尿病，还10多年前还中风一次，然后中风耳朵一边都听不到。对，那我自己这边我的公婆他们公公是糖尿病的，那个脚上有那个是黑斑跟破皮烂，还没有烂到像那种照片那样，他只是会皮在烂而已，就是黑斑跟破皮烂的问题，就是医生常在弄一个药膏给他涂，但是伤口不会愈合，也是那一种。其实我觉得这种状况应该最后我了解的状况，其实那一种算是就有点严重了，因为你会看不到他的眼珠，他的眼睛都是红色的，连眼球你会看不到眼球，白色的眼球，你只看到红色，也看不到黑眼珠。我最后真的以前没有做健康产业，你不会去看到这种现象你的眼睛只是生活就是这样过，上班下班工作，你不会去留意旁边的人。最后在做健康产业，我才看到他，我自己都吓到，我才发现说哇，他的眼球没有黑眼珠的，都是红的，也没有白眼球。这个就是糖尿病引起的并发症。对，就是自己用得好，你又想给家人也能得到健康，会不会更要了解，更要来学习，更要来做这个事业，来让家人得到？其实当初是有这样的想法在里面，所以就是去认真的学习。对，那真的来到这里，我真的发现说，公司真的一直它是给你很多很多的机会，就是你只要有这样的心，你只要学，你只要想要，真的都来到这边，你会发现说，你真的不用多厉害，不用很厉害，你真的只要开始，你只要去做，你来到这边，你会看到一个政商，你会看到很多很多的一些成功的领袖，你去了解他们每个人的故事，还有今天坐在前排这些每一位领袖们，你们了解他们的故事，你就懂这个生意可不可以做。对，我们给在座前排一个掌声好不好？其实当初最激发我的就是讲到那个就是金银大哥跟我讲到那个林顺利的姐姐 Kelly 他说他跟你一样就是没有自信啊，也不敢看人脸，都眼睛闪开，就是跟我很像。他说他这样子也是普通的一个工作人员，但是因为接触到产品，他可以达到飞马。你在这边，你认真去看，你都是有这样的机会。其实我觉得我了解到这些故事的时候，真的很激发我。我想说，他能，那我应该可以试试，我应该也可以的。所以我真的很感谢 Kelly 哦，有你。真的，我最初进到例会，最初在4年前，我就是因为你的故事激发我，因为让我有自信，因为我完全没有自信。我完全就是不太相信自己能够，因为在成长的过程中一直遇到蛮多的挫折，自己很努力很拼啊，做到一个柜上的柜长，最后结果还是负债，还是没办法让自己的生活好过，所以你会原本的梦想慢慢就没有梦想了，
慢慢就没有了。明明知道说真的你要成功，你的心态一定要好，对不对？一定要好，因为你有好的心态，你有好的想法，你才有一个好的做法，你才有一个好的谈法，你才会有一个好的结果。对，你的结果自然就会对，你的心态对，你的结果才会对。就是在我自己这样子的一个历程中呢，我总结了几个我自己认为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真的来到怎样的环境，你就会有怎样的结果。对，就是我来到例会，我会发现，很正能量，大家会互相鼓励。对，他会，就是你看到别人是这样的时候，你也会去这样做的时候，你自然会影响到你的改变。其实这个是在这个过程中，就是可以选择，就是凡事看好的一面，对不对？就是你遇到任何事情，你凡事去看好的一面，你就会发现它是那么的好。如果你要选择看坏的一面，它一定就是那么的坏。所以说每件事情它有两个面，那我们就是积极的去面对。对，那遇到问题，会不会遇到问题？其实一定会遇到问题。像刚刚我讲到，我得到健康，我想要分享，我想要知道说，这个东西帮助到我，一定它能帮助到别人，对不对？所以我就从旁边我看可以分享的，我欣赏的对象，我觉得说哇，就特别就是有一位，就是因为我自己在专柜那边看到说做到死也不会退休，所以我就想说，做传统的就是遇红就休的工作，我比较有时间可以安排学习，所以我的上一份工作就是一个工程公司。那这个老板他非常的，就是怎么说？他白手起家，他就是非常认真努力的一个人，就是从零，也是从几十万、上百万、上千万、上亿的案子这样慢慢做起来的。然后他最早去公司，最晚走，然后假日也不休息，够不够拼？那超拼的结果，那他的身体会好吗？忽略了身体健康，所以那时候我看到他的状况，就是可能50岁左右的人看起来像60、70岁，所以那时候我最想分享的，因为这是健康嘛，我就想说哇，你竟然那么成功，对不对？竟然就是这个产品又能把你拿回健康，又可以更青春。那如果说你懂了，谁不会要，对不对？所以我就来跟他分享，我跟他讲说，有这样的一个东西，有这样的一个产品来到了台湾，那因为我自己有用得不错，那我想要分享给你。然后我就跟他讲这个产品，因为最开始以前不像说现在那么多活动可以带，就是最开始先在接触的时候就自己先讲，然后讲完了，他告诉我说我很健康啊。我很健康，对，我真的有时候就是一个观念的不同，对不对？观念的不同，他说他很健康，其实根本是不了解自己身体状况。其实我明明看到他也每天在吃药，真的每天在吃这药，但是这个我能理解，因为我自己没有好之前，我觉得我之前我的过敏的问题，我觉得那时候以前我都觉得我没有病。真的已经吃习惯了，医生也不能解决你的问题，你每天在吃，你不觉得那是病？对，你已经习惯了。当你能好的时候，你才发现说，真的能好，所以你还没有好之前，你身上的问题，你不觉得它是问题，你就已经习惯它了。所以我能体会到，所以我就跟他分享一下，因为在这边有学习嘛，就了解说，人就是不要等到来不及的时候。我就有分享我自己为什么用到这个产品，怎么接触，那我爸爸的故事，对不对？然后人不是要倒在下面检查出来肺癌末期你才去保养，已经来不及了。我们是
就像一台车一样，对不对？开了你多久保养它一次，你都会去保养，你每多少公里你就去保养了。但是我们人自己一用很久很久，都会疏忽了，不会去特别的去怎么保养。最后讲到观念通的时候，他真的也是我自己第一次去领袖培训会，我买了票，然后我邀请他，他也是陪我参加第一场领袖培训会，然后他再来了解产品，他愿意给自己机会，他身上发生见证。这样的一个大老板，今天也在我们的现场，也是我们的飞马领队3，我们的范明俊，我们的范董，我们给他一个掌声好不好？真的，你看，如果别人拒绝你了，拒绝你就去放弃，你会有一个这么大的组织存在吗？其实最开始都是想象不到，他从来也没有做过任何关于直销这个行业，或者说，但是他自己却能够看懂，有这样的一个市场，原来是一个很大的生意，原来比他做工程，那个像台北市立儿童乐园就他盖的，像很多政府工程自来水厂、污水处理加压站这些，他接过很多的大案子，就是公司做过很多的案子。但是你看，他来到立会，他发现是一个全球的事业，他发现这个生意可以帮人，让人身体好回来，这个事业是源源不绝的。这就是你自己遇到问题的时候，反而是一个机会。你自己遇到问题，你去面对，你继续的把你所知所学去告知别人，只要观念通了，路就通了，对不对？其实很多时候是因为思想观念的一个问题，对，所以保持一个积极的态度。所以说每天就是来到这里，你会发现你的心情也会越变越好，真的，因为你会非常的快乐，你会发现说你能够帮助到别人比任何事情还来得有意义。我们积极的心态，对，就是再来就是我们面对问题的一个态度认真重不重要？其实非常非常的重要。我看到很多时候就是我们自己有多认真，别人都会在旁边看。我自己看到的，如果就像他不以为意，他不当回事，你很认真，你一样会影响到他。但是如果你自己态度都不够认真的时候，是完全没办法影响到。就像真的就是你自己要先去有那个态度，才能会去影响别人。就像很多时候，像我们在学习，我们在知道说立会成功的模式是参会的系统，对不对？我看到就是一个参会，它有没有结果，他有没有很认真的去对待这件事情，它有很大的一个差别。就例如我团队有一个伙伴，他自己2薪呢，他就办参会，他也是像老板他刚刚前面一段开场，他有没有让我们感觉到他非常的认真？就是2-3个小时他都已经来到会场了，2-3个小时前，这样我们会不会被他的所作所为想要成为他这样子？会啊，对。就是那一个伙伴，他就是自己开餐会，他就是很早到，然后连厕所自己都会去再洗过。厕所哟，人家的餐厅呢，别人的场所他竟然会去，就是他会去认真到这种程度。但是他的认真让他的餐会成交率超级的高，几乎100%。因为他很用心的去做好每一个细节，参会的细节的时候，自然你就会有一个很好的效果。他也是我们现在的孔雀领队，我们的王佩如哈，对，我们的范总属下。对，其实认真就是在我的认知里面，就是真的就是把每一天当成最后一天来过。你的人生会不会留有遗憾？
不要，就像我们播出这样子宝贵的时间，我们千里迢迢，我们飞来了这里，我们一定要就是要拿回一些东西，对不对？我们有没有认真去，我们吸收的程度绝对不一样，绝对是不一样的。再来就是我们要有我们一个很坚持的心态，如何去对任何事情，我们下了决定之后，我们一定要去把它努力完成，甚至就是全力以赴，永不放弃。其实我自己在刚刚主持人有介绍，连续15个月一直是设定目标，然后去达成目标。其实在我就是我自己第一场领袖培训会的时候，我什么心都不是的时候，其实那时候自己当月我就想说，既然来这里想要经营这个事业，我就设定目标是一心。但是我当初看到上面的就是孔雀、凤凰啊，甚至飞马，我觉得那个很遥远很遥远，就是觉得哇，就是不敢想。但是我至少先去完成我的钻石一心。所以那一次领袖培训会，我就买了10张票，我就邀了，就是自己没有人，就是拜托自己认识的邻居，让他多带3个人，让朋友多带3个人，经由3个人多带3个人，找到有10个人。但是那个月他们参加完领袖培训会再来产品说明会，那时候真的就是一单一单一单，就是这样子，那个当月就达到钻石一心。在2015年的2月，我达到钻石一心。所以当你达到一心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说你可以做到。不然的时候，我没有做到的时候，因为我自己在传统的工作中，就是我领的薪水了，我发现真正算起来没有超过5万块台币啊，就是你领的薪水单没有超过那个收入过。所以当你的收入有10万台币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想法？你会发现说，我真的可以耶，我可以，因为我的上一份工作范董的公司10万块薪水是一个副总经理的薪水啊。我自己这样子国中考都还没有，不敢去考试的人，就是没有这些条件的人，我在一个平台，我经由这个产品的分享，我能达到钻石一心，我才发现我可以。对，然后3月的时候就设定自己钻石2心嘛，就是这样设定。然后那个时候是怎么样给自己设定？就上台领一心的时候，3月表扬嘛，就是领一心的时候发现说，哇，我下一次上台我一定要给自己一个不一样的奖，我一定要往前一步。有这样的设定，就有这样的目标，你就会去做。然后我发现其实你自己做到的时候，你自己自然而然的会有那个自信心，会有信心出来。真的要以身作则的，有时候经历这个过程，我会发现你自己去讲再多，你不如做到。你自己做到的时候，自然结果旁边在看的人他会被激发，他会看到，你可以做到，那我应该也可以。所以自己去以身作则的去先把自己搞定，就是先搞定自己本身，对，然后把自己的态度做对，把自己要该做的部分把它给做好，这样子。其实听我的故事就知道，以前的我第一次上台手一直抖，其实是没有自信才会一直抖了，就是自信心真的要自己去做到的结果会产生一些自信心。如果你让我4年前去站到这么大的台上，我可能上来就晕倒了。但是经由一个过程，经由这个时间，慢慢的自己做出一些结果，你慢慢会产生自信。对，至少跟以前比起来还是会有差别，还是有差很多。对，所以一定要自己去，自信也来自于了解。你了解越多的时候，
你也会自信心越强。你自己学习越多的时候，你自己自信心也越强。对。再来就是，真的就是我们保持一颗很感恩的心。真的，我真的非常非常感恩。如果我不是遇到例会的话，我是还在吃着西药，我还是每个月要去看医生的人，我还是在做着卡奴，我没办法改变到自己本身。因为真的环境，它的环境是那个样子，你就在那个环境之中，你是跳脱不出来。但是人往往真的需要一个机遇，需要一个机会，一定要给自己这样的机会。就像如果说我4年前不选择改变的时候，我还是一个就是普通的上班族，这样子的一个结果。对，就是有一句话说的非常非常的好，就是你感恩的越多，你得到越多的感恩；你感谢的越多，你将会得到越多的感谢。对，我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公司，还有感谢我团队所有的组员。就是以我自己这样，就是经由这个4年的过程中，我真的是想象不到。就像我自己一直努力在目标每一步的实现之后，我就是做到第1年的时候，我就买了我人生中的第1间的梦想中的房子。这是我自己以前是不敢想的，为什么？我还负债，我头期款都存不到。但是做在对的平台做对的事情，你自然有好的结果。所以来到这边1年的时候就买第1间房子，然后第2年的时候就是买了自己的梦想车。谢谢。真的，我拿到钥匙我都觉得在做梦。为什么？以前我的生活圈，我连去看人家的这种车的机会都没有，不要说坐上去，不要说自己拥有，那是不可能的，就没有那种生活圈。对，但是真的经由来到这样的一个平台，就是自己跟着系统，自己跟着对的人，自己就是跟着这个老板，这样子在这个市场上，只是帮助很多这个产品，它帮助很多人的时候，他们来看懂这个事业，他们跟着配合一起去100%复制。其实成功这条路，它就是一条路，就是别人这样走他会成功，你就是这样走，你就会成功的很快。像我自己有时候就是来看，有时候非常非常很厉害的人，他非常的很强，非常的棒，但是有时候都是用自己的方式去做的时候，他反而慢，反而是真的就是跟着成功者的脚步去做，你的速度是最快的。对，那像我自己考了13年的驾照，我在台湾呢，那时候，但是我没有车可以开，但是所以当我可以买车的时候，我真的对车也不是说非常的了解，所以我第1台车就开到这样，大家就是所有人很多人他梦想的这种，他全球限量嘛，在台湾林志颖也有1台，对，真的就是很稀有的，但是它却是我的第1台的练习车，因为我真的不是很会开车。但是真的开起来你会发现非常的爽，非常的感觉不同。就是你没有的时候是另外一种想法，当你自己真正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真的就是给组员接力也好，或者说你自己真正能够让自己发现自己真的可以，然后让自己的家人，让自己的儿女，他看到你这样的一个情况，他会发现说，哇，以你为傲，就是这种感觉。对，
真的就是这个公司带给我的一切，我真的是自己是真的是做梦也想不到。就是这么平凡，这么平凡，这么普通，这样的自己也没有任何财力，没有任何人脉，来到这个平台，经由改变自己本身，经由学习，经由把自己的实力变强，经由改变自己的心态，经由自己的成长，然后去影响人，去付出，去跟着我们的老板他的一些方法，他的一些理念去做，你会发现说，你会比以前改变太多太多了。你会发现说，现在的自己，以前的自己为什么那么失败？为什么？其实也是在于自己的一个态度的问题。但是我觉得真的是环境影响人。以前当你没有遇到那个环境的时候，你是不太懂得去怎样去做好自己本身。但是来到这边，你只要去学，你慢慢的这边这个系统，它就会慢慢把你变对，变得更好，变得更有价值，让你变得更懂得去付出，变得更懂得说，哇，你付出的越多，你将得到更多，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对。那再来就是在我自己的心目中，就是人生的信念真的非常非常重要。我自己也常常在思考，人生苦短，短短几十年，我们是生于这个世界上，我们来到这个地球上，我们到底能够自己，就像有人说什么开棺论定那一刻那一刻的时候，你自己本身你会不会为你的人生你会觉得非常的满足？其实在我来到立会这个4年，我会觉得真的非常，我的人生没有白活，我不枉此生。我真的是就是所有在立会的这个所得到的，就是你会在去到任何一个产业，任何一个地方，你都会比之前的你好出100倍、1000倍，你就已经改变了，你就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对。那我自己的信念，当然是我希望我自己经由这样的一个平台，这样的机会，我能够帮助到100万人，能够跟我有同样的结果，能够让自己再也不用害怕，再也不用怕说真的没有健康会不会害怕？超级的恐惧。没有事业害不害怕？也是会。你没有钱害不害怕？也是怕。对，所以说真的来到立会，你会发现它真的是一个直通车。你只要想要，你只要敢梦，你只要想要拿，你只要跟着成功者来去请教，他们都会全部的告知你，你只要去敢要敢做，你就可以达成一样的结果。因为经过10年这样的一个结果了，已经是知道它是一个好的结果。对。那关于信念这件事情，是因为我看到一个哲学家，也是因为来到了立会这个环境之中，这样的机会，我看到了这篇文，就是有机会读到这篇文章，我就越读，我就会发现说，原来就是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上面的字，就是就是信念的这一篇，我们的信念，大家看得到字吗？对，可不可以跟我一起读？我们一起好不好？
我不愿意选择成为平常的人，那是我的权利成为艺人。我寻求机会，不是保障。我不希望成为一个受拘束的人，自卑、迷茫，以致让这个状态来驱使我。我要冒险一试，去梦想及建设，尝试失败与成功。我记着来交换利益，我愿意承受生命的挑战。我选择生命的挑战，而不是有保障的生存、满足的欲望与其那乌托邦。我不会以自由来交易施舍，也不以尊严来换取它。我将不会向主宰俯首称臣，或向威力低头。我有权力、直立、骄傲及勇敢。我有本身的思想及行动，享受本身所创造的利益，以及果敢地面对现实，并说道：这全部我都办到了。所有这些就是所谓伟人。对，这篇其实我看到前面的第一页第一章的时候，我觉得就在说着我以前的人生，就是自卑迷茫，那个状态一直在那里，就没有方向，没有未来，没有光，看不到未来在哪里，就是得过且过，过一天算一天。但是来到这里，我才了解人生是有的选择的，人生是可以改变的，人生是可以有你所有的梦想，所有的目标。你来到一个地方，你只要去用对的方法，你的态度正确，你一定可以达到你梦想的人生。对，所以说在自己努力的过程，一点一滴的，也真的非常感恩公司。在11月的时候，去年11月的时候，我接到总裁的电话，他跟我讲说玉恩，你帮个忙吗？我说哇，很荣幸之事，有荣幸之至，有什么可以帮到的？他就告诉我，这一期的杂志，就是麻烦你来去跟那个来拍照。哇，我听到这个，我真的觉得心脏都跳到非常非常的快，因为我真的是就是想象不到我自己能有一天，虽然可以想象，但是我没想到说这么快我可以。因为来到了例会，我们绝对是一个目标嘛，我们绝对知道说这是可以，因为看到了我们的梅姐啊，看到我们的舍莲师，就是他们都有上封面，或者看到我们的邱燕豪，我们台湾的，对不对？都有上封面，我们也会想着说哪一天也应该轮到我们了哈。就会有那种想，但是没想到说有这么快我就能上去。对，就觉得说天哪，真的是你自己能力越大，你当然责任越大，对不对？但是能够上到封面，我真的觉得说真的光宗耀祖了，真的会也发现说在例会每一个人，你只要想要，你只要去努力拼，你只要去把握，你都会有这个机会，因为我已经做到。对，那真的在此真的感恩公司，然后参加了12月我们的那个有一个影片，我想让大家先看一下，谢谢。今天是我们 ReWay 2018年最后一季的终极领袖表扬大会。今天这一场表扬大会很与众不同，跟我们以往过去这么多年的表扬大会不一样。今天基本上可以算是一种庆祝会。今天这一场是做给在座每一个人的。在这里，允许我宣布，2018年 ReWay International 终极的庆祝会现在正式开始。
不平的痛，坚持的梦，眼泪的决心，紧握的双手，去创造一条光辉的道路。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不一样的瑞威，在我的心里，瑞威它就是一个家。梦想一定要有，而且要大，因为我们的人生只有来这个世界一次。力争上今天来到立威，用你的眼睛来看一下，到底它是什么公司？只要你跟，你就可以做到。会出现骄傲的翅膀，苦和喜一起同享，给世界一个意外，荣耀和光辉，终于让我找到。如果你想要开创一番属于自己的事业，那么遇到绿威就是你天大的福气。如果在这样一场这么震撼人心的一场表扬大会，还不能够激发到你的梦想，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东西能够激发到你。Kesuksesan yang paling indah adalah mencapai sebuah hasil yang tadinya diragukan oleh orang lain. 改变自己，突破自己，实现梦想是一种实力。一起唱吧！Ayo lah kita berjuang bersama-sama, tekad-tekad ini pantang mundur tanian。1、2、3，一无所有，到一无所缺，经历非常非常多的风风雨雨，给一个目标，绝不罢休的目标，没有不可能，不完成的事，创造一个自己想要的未来。2019年将会是 VV 崭新的一年，崭新的第一年。接着下来的 VV 应该会让你们更加的受不了，应该会更加的精彩，应该会更加的振奋人心。这一场，当我自己在现场，然后在舞台上，然后再这样走下来，做到自己的位置，然后往后看那个画面，看到那么多的人，我真的立慧真的太了不起了。然后你会想象得到之后的台湾，你会想象得到之后香港区这样整个市场那个画面吗？真正的你可以看到那种画面的时候，你会想到这种画面。所以说在我们这样最开始的这样子前面的一个起跑点上，真的就是所有的人要把握住这种机会。真的我非常非常的感恩，就是自己的家人、自己的
就是我自己所有周边的一切事物。真的，我自己为什么准备这么多？我觉得我今天真的是对不起大家。我会越有主题，越是框在这里，但是如果你自己了解一个这么不懂怎么去表达的人，能够在例会能够做到跟着系统，在台湾就能做到这样最大的团队，能够让自己，我只是看组织图哦，我看到没有碰掉的分数，从我0到现在，就是4年前到现在只4年哦，我的组织那还存有的那个分数加起来哦，不算碰掉归零的哦，就40多个亿，40多个亿，你想象一下，这是怎样的一个市场？你想象一下，现在都还没有开始。如果你知道说一个人他没有任何的背景，他没有任何的一个条件，他只是跟到这个系统，他只是然后回头看家人更健康，每个人更快乐，自己也越来越年轻漂亮，自己也不用再吃这西药。这种就是你以前就算有钱，你找不到方法，你都没有机会。你就算是没有用对方法，你一辈子都没有那个机会。但是在这里，我真的觉得说，我们真的是最有福报的一群人，能够跟到我们的总裁林文峰博士，能够跟着这样的成功的人，你跟着成功者，你一定会成功，你只要相信。真的，我准备了好几个小故事，我最后发现我一个怎么也没讲。天哪！好，最后我有一个小故事结尾。就是有一群青蛙，他们在要爬山，就是比赛，要最高点。然后他们就开始爬到一半，哇，很多青蛙就说，哇，这样太辛苦太累了，你看下面好危险，就有一堆就没有爬了。然后继续爬的时候越来越陡峭，越来越艰难。然后有一些人看一看，哇，觉得没办法撑了，又累了，就停了，就没有爬了。只有一个一直爬，最后真的没有一个人跟着他，因为都下去了，只有他爬到了最顶，然后他得到了第1名，他拿到了奖杯。这时候很多青蛙都来说，哇，这么艰难，这么辛苦，这样子大家都已经讲，你看再爬就会看到那个情况，就不敢爬了，为什么你敢？这时候这个青蛙就跟他回说，啊，你说什么？原来他的耳朵听不到。这就是其实这在人生的历程中，我们在向着一个目标在前进，就是你会遇到很多很多的一些问题，很多很多的难题。甚至我自己在加入的1个月2个月，第3个月的时候，我们团队办的餐会被我们台湾的记者偷拍上新闻，说夸大疗效啊，什么违反台湾法令啊，搞得很恐怖。因为他是偷拍嘛，就像做鬼一样。因为我们最后也去找，我们会说你可以光明正大来采访或者来问，不用做的这么恐怖。因为看到那个照片，就看起来在做坏事，你看到就是不正当的，你会看到很恐惧。对，最后那个记者说，不这样没有人要看新闻了。你拿他没办法，你拿他没辙，但是那个新闻就一直在啊，对不对？就是像我最开始在分享的时候，我的一个认识的一个朋友，他很爱漂亮，我跟他分享，他本来就是来吃嘛，但是他弟弟帮他看了这个新闻，他就说我不敢吃了。就因为这样，你看阻碍到一个人的健康，对不对？阻碍了他的一个机会，
他手上还有一个瘤因为我自己团队的见证真的是很多很夸张，就是我知道这个一定帮助到他健康，但是如果他拒绝的时候，我们只能往前走；他有问题的时候，我们跨越那个问题，继续往前走。为什么？我们在做对的事，你就敢去做，你自己做好，他一直在旁边看，经过了2年、3年、4年，他现在也是回头来了，他现在也在讲说他今年要拼飞马。一个就是你自己怎么做才是最重要，你自己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最重要，你有一个很正确的态度，你自己要归零自己，你再厉害都好，你来到一个不同的平台，我发现真的像我这种白纸，我发现反而是最容易跟系统的，因为我不懂不会嘛，我就是讲怎样成功我就这样做，真的就这样可以成，所以他才能做到最大，才能产生这样的结果。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不要自作聪明，真的不需要，我们真的就是人家聪明的太多了，早都在前面已经做到撞到冲到，就是很多的对经验。对，因为我后面还有2位非常更优秀的分享者，那我也不用占用大家太多的时间，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谢谢各位，感恩大家，谢谢你们。谢谢。好，我们再一次给我们的飞马领队3冯玉恩一个热烈的掌声。你看，来，请就坐。那通常，你看刚才我已经介绍他上来了，我说第一次是这样的，对不对啊？那通常你看，比如说我们遇过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第2次照你看会不会比较担心一点呢？多多少少都会嘛。所以以前他第2次上去舞台也好，第3次也好，第4次也好，其实不止我相信很多人都很紧张，我们就会在那边旁边看。哇，拜托拜托，谈好来喂！你好不容易邀约人啊，对不对啊？不过到今天老实讲，刚才他一站上去舞台的时候，我连偷偷看我都不想要看的，因为我已经知道他已经克服了这个舞台的这个恐惧了，对不对啊？弹得好不好啊？手有没有抖啊？你懂为什么没有抖吗？因为没有麦克风啊。不是没有麦克风的问题，你看单单这一点的话，我是觉得说，你可以想象他必须要站上来这个舞台多少次，无数次，他才能够克服这样的一个恐惧感，对不对啊？因为没有一个人是很喜欢站上舞台来做演讲的，这一切都是练习出来的一个结果。所以真的再一次我们真的必须要给我们的冯玉恩小姐一个热烈掌声。好，那么刚才我听到他的分享的时候，我就听到他一直都在感恩公司，感恩老板，感恩这个产品。其实我今天站在这里，我真的最主要的也是要感恩他，真的很想要感恩他。你看，从台湾来到这里，为了来帮我们做一个分享。好，那么听说今天也是有台湾的伙伴，对不对啊？来，我们掌声欢迎他们一下。就是说能够这么无私的把他所经历过的这个过程来到这里，纯粹就是为了要分享给在座的各位。那刚才我就有提到说，你看冯玉恩从进来 Reway 的时候，他就是一直冲了，连续15个月挑战到他所设定的目标，从一个钻石3星到精英3星，到孔雀领队，到凤凰领队，到麒麟领队，甚至直接就去了飞马领队了。你看这个过程当中，照你看他会不会遇到很多问题呢？一定会有的。好，那么会不会有很多阻力呢？也是还是会有的。问题就在你看，当他的目标够明确的时候，突然间问题本身就变小了。所以我时常拿这个来做一个比喻，比如说今天这里有一个大厦，
一个高楼大厦，这个高楼大厦的名字叫做问题，叫做问题的高楼大厦。那么今天从我的角度，我往前看的话，我看到一座高楼大厦嘛，对不对啊？就是我看到一座问题在那边。那比如说今天要是我自己本身有设定很大的目标的话，比较大的一个目标，一个更高的一层的高楼大厦的话，那么当我完成到这个目标的时候，我往下看，看得到问题吗？看不到咩？还是看得到，只不过问题变小一点啦，对不对啊？这样你看，问题永远都存在的。今天我们解决再多问题也好，明天我们一起身，照你看，我们一走出家门的时候，会不会遇到问题呢？搞不好还没走出家门，就跟老公老婆吵吵闹闹，就有问题了，对不对啊？所以你看，每一天都有些问题，我们解决不完的。唯一的办法就是设定更大的目标，设定更高的目标。你站得再高一点，你去得越高，你往下看，问题自然而然就变小了，对不对啊？所以你看这个行业，尤其这个行业，我们每一天都会遇到很多比较负面的一些问题，比较消极的一些问题。好，那么可能在这里跟你们分享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你看，我们今天的其中一位分享者杨中芳小姐，我认识她差不多4年多的时间了，就是关系非常非常好了。那么照你看，她会不会遇到问题呢？在市场上，那么我会不会遇到问题在市场上呢？尤其我们讲说，在建立团队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听过这句话？是讲说消极不往下的。尽量那些负面的、消极的，尽量不要往下传。好，那么没有其他的办法，唯一的办法就是往上传嘛，对不对啊？所以你看，有时候我跟妹在聊天的时候，包括最近我们都有着这样的一个沟通的一些怎么讲呢？因为可能熟啊，聊天就比较很自然的就跟他聊天了。那么有时候他在市场上遇到一些阻力的时候，照你看他需不需要一个氧气线来发泄呢？需不需要啊？他也是人啊，他也需要，对不对啊？我们如果全部扛在自己身上的话，就好像在自己身上放了很多炸弹这样啊。如果没有办法解掉的话，有可能他就爆炸了，对不对啊？所以有时候他打电话给我的时候，你看我在跟妹聊天的过程当中，单单在电话，我就可以在他身上学习到很多东西了。那么有时候我们聊完了，两个人很兴奋就是想到目标，想到画面，我们很兴奋，3更半夜那种，3点3更半夜，两个人自己想自己爽。真的越想越兴奋，然后看一下时间，哎呦，谈到好像3点了。结果一聊完这个话题的时候，妹就会有时候就会尝试说，有一个东西不懂应该不应该跟你讲啊，因为你看他都会去考虑说要不要拿出来讨论呢。那通常他讲这一句话的时候，你知道我会怎么回复吗？我说不好意思，你目前所打通的这通电话讯号有一些问题，暂时无法连接你所要谈的东西。你看，没一听到他就会在那边爆笑，就在那边开玩笑了。他就知道，哎呀，我知道的啦，我知道没有办法跟你谈这个东西的啦。为什么？因为我们是领导人，我们自己本身要先积极起来先啊，对不对啊？所以刚才玉恩就有提到说一个环境，一个环境里面，今天尤其在瑞瑞的环境，他说非常积极的一个环境，你们认同吗？好，那么再消极的人，你把他带进这个环境，自然而然他都变很积极的。所以你会发现到很多领导人，很多外面的还没加入这间公司的人也好，你看有时候他们遇到很多问题一来到这样的一场会议的时候，不是说这个环境很积极，他没有办法去诉苦，只不过说 Reway 这样的一个环境，他也不会允许或者给你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让你们去消极，你们认同吗？就好比喻今天你还没来到这个会场，你原本是很消极的，原本是很多消极的东西你想要去发泄出来的，结果你一走到会场没有人，第一个你见到的就是老板了。比如说你第一个见到老板，老板跟你打个招呼，照你看这个人有没有可能在老板面前直接谈很多消极的东西呢？没有。为什么？因为在他们的眼里，他们已经很清楚知道老板是一个很积极的一个人了，对不对啊？
相同的茶点的时候、午餐的时候，他想要跟左边或者右边的人谈一点点消解，都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为什么？因为可能他嘴巴还没有打开的时候，坐在旁边的人已经没问题了，没问题了。不好意思，刚才你问什么问题？没问题了，没问题了。来，我们继续听。所以你看这样的一个环境好不好呢？特别特别好。你看，当我们少谈问题的时候，意思就是说我们会把大部分的集中点转移去谈有生产力的东西啊，对不对啊？所以昨天我们就去了老板房间开会，那么我们的领导人芳芳就跟我们分享一个东西。他说临时来到这里，就在手机上 APP 就订了房间了。结果一个人住在房间嘛，那么女生一个人住在房间不需要订这么大的一个房间。那么他就讲说，哎呦，最近看到不懂新闻啦什么也好，有人进去的这个房间过后，我不是在跟你们谈消极啊，我只不过在跟你们分享一个故事而已。进去了这个房间过后，他们讲说什么那个镜子后面有人在抽烟我听完了过后，镜子后面不是墙壁，怎么可能会有人在那边抽烟呢？他说所以就是这样咯，房间不要订这么大，我一个人住在里面我很害怕。结果我听了过后，我在想说，我也住相同的这样的一个房间，我多么希望镜子后面有人好寂寞结果他就很怕讲，哎呦，以后我要订比较小间一点的。结果这个故事就这样的慢慢而然，我们笑了一下子就消失掉了。结果我们的创购部总监侯雅就从台湾来到这里，结果我们在电梯里面的时候芳芳又突然提到这个东西他提到说，你住哪一个房号啊？是不是那个大间的？结果侯雅讲说，我们创购部总监侯雅就讲说，是。他说，哎呦，很大间不好嘞，很可怕嘞。听说镜子后面有人抽烟的有人抽烟的所以哎呦不可以结果侯雅原本没有问题的结果侯雅想了一下，他在想说，哎，我的房间也是挺大的怎么办啊你看那时候我们全部在开玩笑真的纯粹在开玩笑不过那里面我就注意到一个东西，你看虽然我们开玩笑，有可能就这个一个不小心一句话而已今天侯雅有在现场我不知道他昨天到现在有没有睡得好我今天看那个黑眼圈比较大一点，你看有可能就这样的一句话马上就影响到他整个晚上了，对不对啊？幸好这只不过是在开玩笑而已。有时候我在想，如果说这样的一个消极的东西，这样的一个消极的种子，如果我们把它种进团队里面，种进组织里面，你们不能够想象得到那种破坏力会有多大呢？我觉得非常非常大。所以你看，问题是解决不完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去面对它所以那时候我就跟一个领导人分享，他说，哎呦，现在市场好多问题，人很多问题，什么都是问题。那么我的回复就是，幸好非常非常感恩现在有问题，因为第一，要是没有问题的话，就轮不到我们来表演了，对不对啊？那么瑞威这一间公司10年，照你看会不会遇到很多问题跟阻力呢？也是很多。问题就在当这些问题一个一个的发生的时候，最低限度公司的人不能够先逃避先，对不对啊？必须要勇敢的去面对它。问题就在不止公司的人想要去面对它，其实前排的所有的飞马，只要一听到公司好像有某些问题必须要去经过的，飞马们、精英领队们马上踏出第一步，先跟公司讲说，来，我们一起去扛，我们一起去面对。也就是因为这一切我们一起去面对的东西，一起去克服的一些阻力，这些照你看这些领导人的关系会不会自然而然就变得比较好一点呢？它就会变成比较浓厚的一个交情嘛，对吗？所以这10年里面 Riway 所遇到的问题，我相信肯定比目前现在我们所遇到的还要大10倍、20倍，
30倍。也就是因为只要我们不放弃，勇敢的去面对它，勇敢的去面对它，就好像瑞威所做的这一切，这10年里面，我们才能够脱颖而出，才让人家知道瑞威这一间公司跟其他公司有什么差别。你们认同吗？相同的，当团队的问题一来到的时候，里面就隐藏着一个机会。有2个选择：一，我们就尽量不去面对它；二，我们勇敢的去面对它。而如果这一件事情解决完了过后，照你看，有没有可能整个团队的关系，整个团队的凝聚力会因为这件事情而变得更浓厚一点呢？好，那么有了关系，会不会比较好沟通在某一些目标，甚至设定某一些目标，甚至去往一致的方向去朝向呢？有没有可能呢？所以你看，要勇敢去面对它。而你看，这一切刚刚我所谈的，就跟玉恩刚才所分享的是一模一样的事情。你看，一切从心态开始。问题来到，我们有选择，我们能够选择说用好的那一幕来看，还是不好的那一幕来看待这个问题。那么当我们选择看到不好的那一幕的话，马上我们什么都得不到。就好像今天这样的一个领袖培训会，如果今天我们来到这里，这个总经理讲的话很多嘞，很啰嗦嘞，比如说啦，那么照你看，这样他们能不能够吸收到东西呢？绝对不能够。不过要是今天我们来到，我们带着一个好的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领袖培训会了，哇，幸好今天听到玉恩的分享，幸好今天公司有安排这样的一个领袖培训，幸好至少我把方向搞得比较清楚一点。然后当他离开这道门的时候，照你看他会不会满载而归呢？所以你看，相同的一个会议，不同的一个结果。问题不出现在会议，问题不出现在讲师，问题不出现在哪一场会议，问题就出现在我们运用什么样的心态，什么样的态度来看待这个会议。你的心态好，你的态度自然而然好；你的态度自然而然好，你的看法自然而然好。看法好，你的谈法就会好，你的做法就会好，那么自然而然你的结果就会好。我相反过来，单要是我们的心态错的话，你的看法就错，想法就错，谈法就错，做法就错，性格就错，那么照你看结果会不会好呢？就自然而然不好了。所以一切先从心态开始。所以你看，玉恩从以前卖内衣的，我没有讲错嘛，对吗？对啊，卖内衣的我讲卖衣，你们看戴安芬这一间公司卖内衣的，那么那时候的他就会觉得说，有可能是市场不能够，内衣不容易卖，老板的问题，价钱的问题，都是一切。可是为什么一进来了瑞威这个环境过后，照你看今天他带着这样的一个心态回去带安芬的话，你觉得带安芬会发生什么事情啊？应该把他升为那个执行总监了，对不对啊？所以我给玉恩一个掌声先。所以那时候我还记得很清楚。我这里分享多一下子啊，你们还可以听吗？老实讲，就算你们不要听，我还是要讲的。你看，那时我记得，你看当我们进来瑞威这间公司的时候，不止瑞威这间公司，其实在外面也是如此。通常他们也会有一个3个月的适应期，对不对啊？那么这3个月的适应期，最主要就是说让他的上司去看新来的伙伴他的表现是怎么样。好，那么到底这个人不能够留在这个团队里面，或者有可能这个行业不是很适合他，就可能说请他去找别的一个行业来做。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同事，培训部里面就有一个同事，那么他之前是做什么的？之前是做室内设计的，就是帮人家设计房子这些的。那么那时候从那个室内设计的一个行业里面，他就转移来到瑞威这间公司。好，那么公司也给了他3个月的适应时期，然后我们就去观察他这几个月的表现。结果很快的一个月这样就过了，到了第3个月，那么我们的市场就是发展部总监拿督就见了这个同事，就问他怎么样，这3个月有没有学习到东西？
那么他的回答是有。那么你这3个月结束了过后，你觉得你现在跟3个月前有没有改变呢？他说有很大的改变。他就问他，当你还没进来 Riway 这间公司的时候，你站在室内设计的那个行业本身，你看到什么？他就把以前的一切谈出来。他说我看到我老板的问题，我看到员工的问题，我看到说顾客的问题，甚至我看到市场的问题。他说不是我们不想要在那边做大，我们很想要做大，可是老板又不要配合我们呢。我们就算很勤劳去做，那些员工、那些建筑的人也不想要来帮忙。当我们真的想要做的时候，价钱又改了。而我们就算要做多大，我们就算要做大，能够做多大？新加坡的市场就是这样而已啊。所以不是我不要做大，那时候我没有办法去做大。然后就开始谈了很多以前他觉得的问题。不过过后他就这样分析，他讲说，问题就在3个月过后的今天，我加入了例会，我就发现到，回想一下，其实不是老板的问题，也不是材料的问题，也不是员工的问题，也不是市场的问题，也不是价钱的问题。因为这3个月里面我学到什么？只要我能够把心态调整好的话，我的结果自然而然就会好了。我的心态好，我所看的一切都是对的，都是好的，我的谈法自然而然就是好，我就会看到别人的好，而不是看到自己本身的好。他说只要我把我这个心态改好，我的结果就会好。结果我们听完了过后，照你看这样的人能不能够请啊？马上请，对不对啊？其实他早已确认了。结果过后他就讲一句话，的确让我们觉得说很有道理。他就说，如果我3个月前或者我3年前真的了解到这个事实的话，搞不好之前那一间室内设计公司，老板的位置在这里，有可能我已经坐在他旁边了。他说如果这一切我都知道的话，老板坐这里，搞不好我都坐在老板的旁边了。再好的情况，搞不好老板要坐在我脚上了。他就这样讲。所以你看，为什么3年前、4年前他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结果短短3个月里面，他这一切的想法、心态全部改到完。意思就是说，今天如果我们能够这里调整一下，改变一点点的话，那么过去我们所遇到的一些不如意也好，或者所觉得是问题的也好，有没有可能因为这里改变了，一切都跟着改变呢？会不会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看玉恩所分享的，不要去看问题，不要去看问题，用积极的心态、积极的态度来看待这一切。你看到好，你的结果自然好；你看到不好，这一条路绝对不容易走。所以真的再一次我们给玉恩一个热烈掌声。所以你看，今天我谈回这个刚才我所分享的这个市场的问题也好，什么也好，你看有没有人是第一次来到澳门的？也不少人那么我也是很少来澳门，我是应该第2次来到澳门。然后我就发现到一个东西，我相信你们也观察到这个东西，你们会不会发现到其实澳门有很多赌场，几乎每个酒店都有一个赌场，对不对啊？所以当我来到的时候，有时候我在想，这么多赌场，然后总是会听到人家讲说，哎呀，我们没有钱，我们的收入又不是很高。可是有时候我进去里面看一下，我发现虽然讲没有钱不过赌的时候好像很有钱这样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观察到这个东西。你看，我个人不是一个很相信赌博的一个人，因为对我来讲，你看我们在赌博的过程，是不是有一些风险在里面？那么对我来讲，我觉得赌博就是靠运气而已了。那一天你的底裤穿得比较红一点，家庭祖先摆得比较正一点，风水比较好一点，比较有气势的时候，你就下去下1-2把的话，那么如果运气好就恭喜你，如果运气不好的话就回去换另外一条底裤，对不对啊？好像我很少会去相信这个东西。所以你看，当我进去的时候，有时候我来到我会去观察，我就进去里面看，我看我就发现到哇，
很多人赌博，那么纯粹就是为了赌，纯粹就是为了赌一个赢或者输，你看里面就有很大的风险了。所以你看，这个是一个问号来的。那一天你会进去开心，离开开心，还是你会进去开心，离开伤心？那个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好，那么当然小赌就没问题啊，如果是大赌的话，问题就很大了，对不对啊？所以到今时今日我也不了解这个东西。所以你看，我只是觉得说，不管怎么样，它里面还是有风险，而这个风险不在我们的控制之下，我们没有办法控制。就算你换10条红色的底裤，都帮不到你的。没有办法帮到你的，不在我们控制底下。不过这里我要分享的是什么？我要分享的是另外一种风险，是你我能够控制的一个风险。英文叫做 calculated risk， 华语叫做有胜算的险。就在我们的掌握之下，在我们的控制之下，我们能够去控制某一些风险的。好，那么照理看，今天我们进来 Riway 需不需要冒险呢？需不需要冒险呢？好，有些人觉得不需要，有些人觉得可能需要，可能冒一些经济上的一些风险，什么也好。我觉得说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点点风险，就是如果你买产品的话，你吃了，如果效果真的好的话，唯一的风险就可能你就要再掏腰包买第2套咯。这也可能是一个风险。可是我要讲的不是产品的风险，什么也好，我要讲的是市场本身的风险。要是你注意看的话，其实 Riway 这样的一个企业，包括这样的一个行业，风险会大吗？不会大。而目前在澳门也好，在香港也好，我们不是说刚刚开始来做。目前我们是借用8个国家成功的例子，我们才带来澳门这里，对不对啊？带来香港这里啊。意思就是说，刚才我们要是听到玉恩的分享的话，他们那时候那一段时间，他们要自己走去那个墙壁那边，然后拿着他们的头 BAM 撞下去，来测试看这个墙壁是硬的还是软的。然后流了血过后，他们才知道原来那个墙壁真的是挺硬的。然后持续不断这样撞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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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撞，幸好没撞死人，幸好还撞出一台宝马 i8， 对不对啊？撞出一台跑车。就说以台湾的经验，以印尼的经验，以新加坡的经验，以马来西亚的经验，以泰国的经验，以菲律宾的经验，这一次我们才把这一切的经验带进来香港。那么照你看，要是我们跟着他们的脚步，跟着他们的系统这样去做的话，我们想要撞墙壁的可能性有没有啊？完全都没有机会啊，对不对啊？只要我们100%的去相信，而去跟从我们的成功的领导人的脚步的话，我们有要去撞墙壁的风险几乎都是0。几乎都是0。所以为什么我会表达这个？今天我们要选择一间公司，我们要选择一个企业，或者我们要选择做某些行业也好，最低限度不要让自己有太多的风险。我说就算要有，那个风险都要能够掌握在你手中里面的，还要是能够计算、能够胜算出来的风险。要是找不到的话，这里有一间公司，而这间公司就叫做立汇国际了。